大家想知道如何自制手工鲜虾饼吗？它真材实料，口味超棒的。这食谱又香又脆，做法又简易，真的很好吃，大家千万别错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是的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马上就要过农历年了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舅舅今天再给大家分享这年饼，时间上感觉有点急了，没关系，可以的话就试试看吧。不然就过了年再试吧。还可以这样吗？鲜虾去壳，去线后净重100克，切细，方便搅拌。倒入搅拌器，蒜瓣1个10克左右，可以先切细。食用盐8克，这口味刚刚好，不会太咸。最后加入100毫升清水，然后搅成泥状。搅拌后，倒入一个较大料理盆，加入1小匙泡打粉，加一点泡打粉，成品比较膨发酥脆；1小匙胡椒粉，然后再10克辣椒粉。喜欢更辣口味一点的朋友可以多加。先稍微拌一拌匀，最后再加入木薯粉200克。台湾的朋友称为树薯粉，一样是先拌一拌。好了，拌成这样无干粉状态后，再用手和匀。这面团和揉匀后是这状态，一整个的重量约400克，将它匀分成4个，每个重约100克，分成小小个，料理起来比较简易轻松。在案板上撒点干木薯粉，防粘。再取出1小鸡面团，塑成条状。再稍稍按扁，这样更容易煮熟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盘子一样撒一点干粉，再将生坯放入。制作这虾饼没什么难度，照着舅舅这食谱与做法，再抓紧细节，基本上都能成功。好了，4个生坯都完成了。大火预先煮开1锅水，水开后再转中低火，再将生坯一一放入。初下锅不要搅动，先煮个半分钟左右，生坯定型，用货铲轻轻推动，生坯会自行浮起。盖好，全程中低火煮50分钟至1小时。煎中可以开盖，再将生坯翻面，这样才能确保生坯内部熟透。如果锅里的水变少了，可以适量添加一点，没有问题。煮熟后的生坯是胀鼓鼓的，整个明显变大。取出，沥干水分，摆放在底下隔空的架子上降温。这煮熟后的虾饼粉团温度很高，小心烫手。待粉团完全冷却后，再放入冰箱冷藏1个晚上。收干水分后的虾饼粉团是这个状态，冰箱取出后可以直接切成薄片。熟透的粉团内部是半透明状的，整个呈晶体状态才正确的。如果这粉团中心出现粉状不透明，说明内部熟不透，这样即使晒干后再油炸也不会胀发的。那可以补救吗？可以的，只要不要切片，整个再放入热水内，再次煮至熟透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都切好了，用个面积较大的托盘或烤盘也可以，再将切片的虾饼生坯平摊在表面，不要重叠，才容易晒干。放在烈日下曝晒至少10小时才够干。晒干后的虾饼生坯是这状态，可以用个密封袋或罐子收藏。油炸前记得再复晒，这样油炸后效果更好。油热至高温后再转低火，
抓一点虾饼片放入热油中，成功制作的虾饼片会快速膨胀变大，一个完整油炸过程只需要15至20秒。哇，很快呀！是的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油炸后的虾饼带有浓郁虾味，真香。有一点微微的辣，好吃极了。你听，成品又香又脆的，也太好吃了啦！真的一开吃就不能停口了，怎么办呀？大家快快做起来，不要错过呀！对，错过了可惜呀。希望大家喜欢舅舅今天的分享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这里向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进步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要做个很好吃的民间小食，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朋友一定都吃过。舅舅今天分享做法，如果您刚好喜欢，趁着新年到来做一些与朋友分享，真的很不错。那请开始吧。好的，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像这样的面浆，比较稀的。是的，绿豆250克，不想绿豆太多的朋友200克也够了。将豆内杂质去掉，清洗干净，在清水浸泡4至5个小时。食杵内倒入1小匙大茴香，1小匙小茴香，再将这2香料稍微捣碎。如果您很喜欢或很能接受这香料味，这用量可以多加一些。捣碎后的大小茴香是这样子，静置待用。食杵不需清洗，倒入虾米和江鱼仔各10克，虾米和江鱼仔预先清洗干净。选用大的江鱼仔就要去掉内脏，再多加入10克蒜瓣，再一起捣碎。为了让成品好看，这些食材就必须捣得很细，这些最终都要与面糊拌匀的。捣至这个状态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来拌面浆了，料理盆中倒入250克粘米粉。2大匙玉米淀粉，1小匙盐，盐用量请自行调整。1大匙盐稀粉，捣碎后的大小茴香、虾米与江鱼仔，这里面还有蒜瓣。1个鸡蛋，100毫升椰奶，最后是350克清水，边加入边拌匀，一直到所有食材拌匀。这水用量您也可以自行调整，水量多，成品会比较薄；水量少，成品就会比较厚。这纯粹属个人喜欢，大家也可以先油炸几片，再加水量，调整到自己满意的厚度。拌匀后的粉浆是这状态，这时候还可以试个味道，再做调整。将浸泡后的绿豆沥干水分，水要尽量沥干，比较方便油炸。取一个料理小盆，勺入少量面浆，每次勺面浆需要拌一拌，避免粉浆沉淀。再勺入适量的绿豆，拌一拌匀。锅里热油，再将脆饼模具放入加温，一直将油热至高温。将模具取出，再将炉调至中低火，在模具内勺入适量的粉浆，
再将多余粉浆倒出，注意这模具一定要够热，油炸后的脆饼才会自行脱模。哇，脱模了！是的，有些倒粉浆时沾到边的，就需要稍微加一下，助它脱模。将脆饼不定时翻面，这样才会均匀上色。相同的步骤重复至完成。绿豆脆饼油炸至金黄色后就能夹起，底下垫上厨房纸巾，吸去多余油分。这是完成后的成品，待完全冷却后，用塑料罐密封收纳。去年舅舅也分享了花生脆饼，大家可以点右上角链接参考参考。很多人留言说买不到这模具，舅舅这就与大家分享另一个不用模具的做法。您可以将粉浆像视频中一样勺入，让它随锅子边缘自行流下。再淋点油加温。待面浆定型后，再用锅铲取下，完整油炸。一直油炸至成品酥脆金黄色就能捞起。这做法方便。是的，如果有人喜欢，这样做也很好，不需买模具。将油沥干净。相同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，舅舅感觉这做法成品更酥脆，大家真的可以试试。这是成品，色泽好看，还不错。成品非常香脆，口味也很好，香料的用料刚刚好，不会太抢味。这是不用模具做法的成品，感觉这样会更脆一些。其实都很脆了。也对，很香脆，好好吃。是的，希望舅舅有将做法清楚表达。如果大家喜欢，就试试吧。这属非常经济实惠的年饼做法，趁着新年做一点宴客也很好。今天就到此，再见了。谢谢大家。